我去过很多非洲国家，虽然有些地方也有着气派的建筑物，看着也挺干净的，但是那些地方往往只是局部的一小片区域，大部分的地方依旧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垃圾随处可见。可当我来到这个国家，却发现竟然如此干净，菜市场里没有垃圾。街沟里没有垃圾，车站里没有垃圾，忙碌的街道也没有垃圾。我一度怀疑这还是在非洲吗？穿越非洲，今天轮到卢旺达。这边直直过去就是边境了。大清早，我4点就开始赶路，我现在已经赶到了这个布隆迪、坦桑尼亚、卢旺达这个边境啊。我现在待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饭店，现在吃肉，肉好烫呀！我姐去吃点这个辣椒。齐了，这么多辆车，总有一辆是我的有缘车。OK， 咱们现在要上路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和这个塔瓦道这个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提尔道先生。往苏某挺近。这人对我太好了，真的又是被陌生人捡回家了。还专门给我铺了床，谢谢你们。在这个市区的路上啊，周围的绿化好棒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特别的干净，你知道吗？当你生活在一个环境优美就十分干净的地方的时候，它是会增加你的这个生活的幸福指数的。一天生活在那种乌烟瘴气、尘土飞扬、垃圾遍地的地方，人们谈什么幸福嘛？而且在非洲有很多人其实真的是并不富裕，然后你每天你目之所及还是那样的一个环境，就会更加让人抑郁，你知道吗？更加会让人心里不舒服。我对这个是深有体会，因为我去过太多的非洲的地方，然后有好多地方都真的是好脏好脏。你现在终于来到卢旺达，真的觉得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。如果不说这里是在非洲的话，你真的不认为它是在非洲，因为真的是太干净了。而且我刚刚在过人行道的时候，他们好有礼貌，就是因为他大街上有很多的车在通过嘛，然后有人看见我在过马路的时候，他主动就把车停下来了。哇，你真的很难想象这是非洲素质，你知道吗？我都被感动到。这是一个当地的一个菜市场，你看啊，这个菜市场就像那种社区规划好的菜市场，就还挺好的。每个模块卖着不同的东西。卢旺达这个国家呢，它是有限塑令的，然后有限塑令的国家呢，大多数都是一些发达国家，执行好的也基本上是发达国家。但是就我在卢旺达这些天哈，我真的看到地上基本上没有垃圾，更是很难看到那种塑料瓶子呀什么的。而且你去买东西的话，他们基本上不会用塑料袋，基本上用的都是那种纸袋的，牛皮纸的纸袋的，就非常的环保。非洲有4个国家是有限塑令的：坦桑尼亚、肯尼亚、南非，然后就是卢旺达了哈。我去过坦桑尼亚，那里人们还是在用塑料袋，但是在卢旺达的话，基本上你见不到塑料袋。我就觉得它这个限塑令执行的确实是非常的棒，而且卢旺达是目前限塑令执行最成功的一个国家。你真的很难想象一个限塑令执行最成功的国家竟然在非洲。这个我的土豆，我现在在这个地方，它就是 local market， 即使是在菜市场这种地方，你基本上也看不到多少垃圾，就是除了那种偶尔掉下来菜叶子，那都是非常能理解的。但
但是你看这外面这个菜市场附近啊，就基本上还是挺干净的。然后这地方是卖鸡的嘛，所以它刮几个羽毛也算比较正常的。作为一个资源有限、经历过严重内战的种族大屠杀的发展中国家，卢旺达能在环境治理上取得显著的成果，背后有一套深层的政治、社会与文化逻辑。首先，卢旺达实行的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，这使得地方执行力极强，使环保政策能够迅速的落地。在整个的环保过程中呢，国家是有出台严格的政策，并持续在做，而不是仅仅喊口号。卢旺达颁布了塑料袋禁令2008，卢旺达是全球最早全面禁用塑料袋的国家之一，乱扔塑料制品还会面临着罚款甚至短期拘留的处罚。在卢旺达还有个乌木干的全国义工劳动日，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，全国公民都会自发参与社区的清洁、植树或基础设施建设。这项政策不仅清洁环境，也强化了共同责任感。卢旺达还有共享单车的，300卢旺达法郎1个小时，牛逼啊 ！You have any other place? Only this place? Yeah. But it's only around this area. OK. 哇，牛呀！我在非洲国家第一次看见有这个共享单车的。沿着这条林荫大道走，我来到了 Hotel de Michelin。看过电影《卢旺达饭店》的你一定不会陌生。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期间，酒店经理保罗·鲁塞萨巴吉纳就是在这个酒店保护并收容了超过1200名难民。当年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我，对历史知之甚少，直到我亲自走进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，看到那么多残酷的画面，我心中充满了震惊与困惑。为什么同根生的手足会自相残杀？仇恨甚至会被放大到种族灭绝的地步。短短100天，就有将近80万人丧命。我希望更多人能知道这段历史，它太重要了，不只是属于卢旺达的过去，也关系着我们如何理解人性与社会。图西族和胡图族，他们是卢旺达一直以来都有的2个民族。图西族一般养牛放牧，胡图族一般为农民。在卢旺达被殖民前，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界限是流动且社会性的，而非严格的血统种族。就是说，这两者之间是可以通过财富、婚姻或社会的地位转换身份。很明显，这养牛的一般比较有钱，社会地位普遍也比较高。于是，在殖民的时期，先是德国，后是比利时，图西族就成了殖民者的选民。德国人和比利时人就用图西族去治理整个卢旺达。但是过分的是，这些殖民者用外貌和财富来固定化图西和胡图的身份。1930年代，比利时人甚至在身份证上标明你是胡图还是图西，彻底冻结了这种本来流动的社会分层。最荒谬的是，这些殖民帝国还为自己人为划分种族，硬生生的给编了一个合理化的假说——哈密提假说。我都差点看成了哈密瓜假说，说什么图西族天生统治，于是就把图西族培养成统治中介阶层，这导致胡图族长期被排斥，两个族群始终对彼此不满，直到最终在1994年演变为了种族大屠杀。卢旺达大屠杀的直接发动者是胡图族极端分子，但究其根本，其实还在殖民时期，德国和比利时人人为的把图西族和胡图族分开，制造了长期的社会裂痕。去完卢旺达，我很震撼。一个经历过种族大屠杀的国家，竟然能在战后30年间一边疗愈创伤，一边实现如此显著的发展。而当我深入了解卢旺达的历史，我又仿佛看到了一部具象化的世界史。卢旺达不只是一个非洲国家的故事，更是资本帝国如何介入、影响乃至塑造世界格局的缩影。在非洲的54个国际公认的国家中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曾被欧洲列强直接殖民或掠夺。在奴隶贸易殖民时代，列强们赤裸裸掠夺。冷战时期，他们扶持听话的独裁者。到了冷战之后，他们又换上热心援助者的面具，通过援助、贷款、贸易体系等看似慷慨的手段，让非洲继续处在一种依赖之中。总是有人笑话非洲穷，试问一个被抢的人，他能不穷吗？相反，一个抢了别人的人，他能不富吗？重获新生的卢旺达没有重蹈依附西方的旧路，而是坚定地选择自主发展，勇敢地学习中国的经验，强调国家主权、秩序与自立。当我看到卢旺达过去30年的发展历程，那种从废墟中崛起的力量，让我仿佛看到了新中国当年独立自强、奋力崛起的身影。希望有更多的非洲国家能像卢旺达一样，走出自己的道路，拒绝任何新殖民主义。